小男孩第一次看见野马跑车，他激动地开门看看内饰，不料刚好被经理看见。他警告小孩不要动这么贵的车，还假装微笑地叫小孩出去。Sorry. 看到小孩的父亲在旁边，他立刻又来询问 Is this your son? Yes, it is. Would you ask him to keep his hands off the paintwork? 听到经理的话，小孩慌张地将手拿开，可他的爸爸却没这么好的脾气。 It looks fantastic, but inside, it's a lump of lard dressed up to fool the public. My advice is lose the inline six and that idiotic 3-speed, shorten the wheelbase, somehow lose half a ton, and lower the price. But even then, I'll still choose a Chevy Chevelle. That's a fucking terrible car. 经理被对得哑口无言，但男人可不只会打嘴仗。他叫迈尔斯，是一名专业赛车手，曾在多个比赛中拿下冠军，一直都是儿子心中的偶像。而他们之所以去看野马的发布会，只是因为之前好友谢尔比告诉他说，福特找他打造一辆赛车，需要在勒芒赛道上赢下法拉利。之后他们找到了谢尔比，将打造赛车的事交给他，而要赢下法拉利，谢尔比第一个想到了迈尔斯。之后两人强强联手，打造出了一代神话的 GT40。迈尔斯开始不分昼夜的试车和调教，他不停地减轻车身重量，将一切没用的通通扔掉，再更换轻量化的发动机，将马力提升到极致。在他们不懈努力的修改下， GT40 也在不断的刷新成绩。而就在比赛的前一天，曾被迈尔斯羞辱的经理却告诉谢尔比说，迈尔斯形象太差，不能代表福特去参加比赛。尽管谢尔比竭力劝阻，但最后迈尔斯还是被换掉。而没有了迈尔斯，最后福特也成功输掉了比赛。之后，谢尔比又去求迈尔斯当他的赛车手。他知道没有迈尔斯，他们赢不了法拉利。福特老板突然来访，说要看看他花了900万打造的赛车，而谢尔比却邀请他一定要坐上去感受。而他这么做，只是想让这个不懂装懂的老家伙接受他的赛车手迈尔斯。You ready? The name on the middle of that steering wheel should tell you that I was born ready, Shelby. 随着一脚油门输出，福特终于原形毕露。试驾结束，福特被吓得像个200斤的巨婴，他终于不顾形象，坐在车里声泪俱下。I wish my daddy, if he were alive to see this, to feel this. I'm sure that anybody can get in easily control. Absolutely not. 谢尔比告诉福特说，要想打败法拉利，就必须让迈尔斯来驾驶这辆车。但福特却说，经理已经找到了更好的人选。于是谢尔比提议，先让迈尔斯参加迪通拿耐力赛，赢了就让他参加勒芒赛。之后，迈尔斯参加了迪通拿耐力赛。一开始，梅尔斯仗着过硬的赛车技术遥遥领先，但24小时的耐力赛会有多个赛车手接力。到了第2天的时候，迈尔斯还是落后了不少。他们知道，靠迈尔斯一人根本无法扭转局面。看到旁边的经理已经在提前庆祝，谢尔比在牌子上写下一行字，然后直接走到赛道上。没过多久，迈尔斯就看到了双手举牌的谢尔，他让迈尔斯开到7000转，拼命冲刺。随着迈尔斯一脚油门踩下，GT40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在赛道上不停地飞驰，对手也被他一个个的甩在身后。看到迈尔斯将对手逐个超越，经理的脸上也充满了担忧。比赛还剩下最后一圈，随着一次换挡加速，迈尔斯直接来到了第3名。眼看时间所剩不多，迈尔斯直接突破了7000转。随着再一次加速，他终于超过了第2名，紧跟第1名，也就是经理的赛车手。而且两车的距离也在不断缩小。现在离终点越来越近，而两车却在并驾齐驱。随着迈尔斯的再一次加速，他终于超越了第1名，成为赛道上的领头羊。他也成功拿下了冠军。车队所有人都在为迈尔斯欢呼，而谢尔比则是终于松了口气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福特公司想收购即将破产的法拉利，可没想到却遭到法拉利老爷子的百般羞辱。You're big ugly factory making its ugly little cars. Tell him he's not there for. He's there for the sake. 当福特老板得知后，他决定不管花多少钱，也要造一辆赛车出来跑勒芒赛道，要将法拉利狠狠甩在屁股后面。And I will be there to watch it. 晚上，他们一起为迈尔斯庆祝，迈尔斯也得到了参加勒芒赛的资格。而下次的勒芒赛才是真正的一场硬仗。随着裁判挥下旗子，比赛开始，所有车手争分夺秒的上车，而看到其他车手已经发车，迈尔斯的车门却关不上，他来不及疑惑，决定先出发再说。比赛才刚开始，赛道上就状况满足，许多车手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比赛，而迈尔斯的赛车也出现了不小的难题，他的车门始终关不上，这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困扰，也影响他无法正常驾驶。法拉利从他旁边轻松超过，而看到迈尔斯的窘样，法拉利车手也是轻蔑嘲笑。在勒芒赛道，法拉利已经连拿多年冠军，这次出手的也是有着老道经验的班蒂，他不停的借位超车，将一众车手全部甩在后面。
迈尔斯这边非常狼狈，他一边开车一边要拉住车门，一圈下来，他也落到了末端。法拉利老头现场看见了笑话，福特老头却气得大叫，见车门始终关不上，老爹直接拿起修车的锤子，然后将车门砸上去。现在终于能正常开车，虽然落后了很远，但身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赛车手，他有着过硬的心理素质。在他的驾驶下 ，GT40 将对手逐个超越。Come on, Dad. Come on. 他在不断超车，迈尔斯如脱缰野马一般飞驰，他也刷新了历史最快卷速。儿子在电视机前开心地为父亲欢呼，谢尔比也露出了满意的微笑，而迈尔斯还在不停地加速，不停地超车，而此时的时速已经达到了230公里，这在60年代已经成为了神话。现场的观众看得激动不已，媒体们争先恐后的报道，而迈尔斯还在不停地打破纪录。时间来到晚上，此时比赛已经过持续了8小时，天空也下起了大雨，这对车手的视线非常不好。而在如此艰巨的条件下，许多车手又出现了状况，而一路出尽风头的迈尔斯终于遭到了对手的针对。比赛来到第2天，现在迈尔斯的对手只剩下了一辆法拉利，在即将过弯的时候，两人却在并驾齐驱。照这个速度，他们不可能过弯，可谁也不愿退让分毫。此时距离入弯还有300米、200米、100米。班蒂尼还是踩下了刹车，让迈尔斯超了过去。可虽然超了过去，班蒂尼目前还多他一圈，在下一圈的时候还是同样的地方，他再次追上了班蒂尼，但这一次班蒂尼却不再退让，迈尔斯也开足了马。两人都在全力以赴。随着班蒂尼开到了9000转，迈尔斯开始逐渐落后，班蒂尼也终于面露苦可下一场，迈尔斯激动不已。现在班蒂尼出故障，他已经成为了第1名，可经理又搞起了幺蛾子。现在1、2、3名都是他们的车，所以他向老板提议，让迈尔斯等后面的2台、3辆车并排过线。谢尔比知道这就是无理取闹，可谁也不好违背福特的意思。而为了不让谢尔比为难，迈尔斯最后还是减了速，3辆车也如愿并排过线。可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迈尔斯却是第2名。裁判说发车时迈尔斯靠前，所以并排过线，自然是后面的车赢得冠军。谢尔比终于意识到被经理坑了，他冲上去质问经理，但一切已经于事无补。可虽然经理用卑劣的手段夺得了第1，但在别人心里，迈尔斯才是真正的冠军。